他家，你看他家小伙他赔那个我们家4、5万都家去。1、2千块钱或者1万块钱都可以搞定的。2楼的卫生间只要把地面打好就行了。之前大哥已经说了，整个地面不需要贴瓷砖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从这边运点这个水泥砂浆上去。这是粗一点的沙子加上水泥，转运到2楼的卫生间，然后在那边打个1层粪泥土。之前防水已经做好了，待会儿我们走上去看一下。你们那边便宜点是吧？我们那里竞争力大了。好在这个楼梯还比较宽，转运这些沙子都是靠着人工这样子挑上去。这边2楼的位置之前已经打好了地坪，现在这一堆沙子全部都要打在这个卫生间里面。之前大哥就说了，这个地坪打好了之后，他准备从网上买一些地坪漆，然后直接浇在这个地面做自流平。然后房子呢，我们也开始刮这个墙的涂料了。这是第1遍的，颜色还是有一点点，就是说不是那么白。刮上2遍之后，应该就要白了许多。最后还有1遍乳胶漆，一挑沙子好几十斤，还是挺重的。做这个卫生间的防水是一个难度，所以呢，用到的材料也是挺多的，又买了2桶这个防水涂料，全部是刷在这个卫生间里面。第1遍的防水我们已经做好了，蓝颜色的防水涂料，大概刷了接近是2米高左右。这边的水管啊，全部都已经安装好了。先打了1层粪泥土，我们再把防水涂料刷上去，有些建筑的垃圾一起回填在这边，相当于现在整个地面呢都是和1楼已经做了初步的防水。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粪泥土打好，打好了之后，等干了再做1次防水，相当于是做了2次的防水。那边也是管子的位置，应该是这个电热水器的管子，上面还有一个排插。这边呢是有一根管子直接通往3楼的楼顶。大哥已经决定把这个淋浴的地方换个位置。之前呢，里面是安装马桶的管道，后面给他说这样子做肯定不行的，到时候洗澡整个雨水呢全部是淋到房门上，相当于把这个马桶移到外面来，里面呢做一个洗浴的地方。如果要做干湿分离的话，装上一块玻璃就可以了。待会吃了饭上来，是上1天还是半天呢？第2天是吧？对，考虑这个问题的。上面的话就是搞生意的可以。上头这跳到哪里？跳到沙头去？啊，沙头。对着那家就是扯上家。随便嘛，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还是对着。搞几个袋子，搞几个袋子往上扯。哪里个拖机？搞拖鞋。这袋子这个是。把你那个划拿来用的。啊，把你那个划拿来用。昨天我们把1楼的地坪已经打好了粪泥土，今天呢要把2楼有个卫生间的位置打上1层粪泥土。我们防水之前已经做好了，之前就给大家分享过，
整栋房子呢，大哥是不喜欢贴瓷砖的，然后墙面的瓷砖呢也不贴，所以整个地面呢全部打混凝土。后期他再买一些地坪漆过来再处理。现在师傅他们就在旁边转运这些沙子还有水泥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其实整栋房子的改造，我们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。像这些楼梯扶手都不是我们做的，然后这个呢要叫专业的师傅过来安装，重新做不锈钢的扶手。这个楼梯呢也不需要重新做了，我们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墙给刷白，然后呢把这个地坪给打好，卫生间给做好就行了。现在这个水泥砂浆已经拌好了，直接用铲子往里面赶，然后大概做一个7、8公分左右的这个混凝土层，再做这个防水。之前防水涂料呢都已经全部刷好了的。阿来高度的套上来不住的嘛？套来不住呢？我上次前面楼。这个高度一定要够，就是讲莫撞出漏壳进去。要么个最高就到这个位置就行了啊，水莫往外头流，有个小踏步上去就行。或者到点点这样取个门塔塔。取个门塔塔啊。可以，那就像那么做嘛。这是有点厚。这个2楼啊比较窄，师傅在那边忙着做工，我们就不打扰师傅他们了。等他们做好了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究竟怎么样。墙不一样平嘛，有个问题啊，需要和这些广大的粉丝朋友说一句，这些事情并不是我们做的，要不然把视频拍出来，可能大家会说我们做的不合理，到时候就会骂我们。看了啊，整个这个混凝土将近打了20多公分的高度，是大概的意思。然后里面全部把管子给覆盖起来了，在那里面还做了一个台阶，也就是洗浴的地方、洗澡的地方，它是比这个平面还低的，大概低了2到3指左右。我们站在这边，现在混凝土还没干，看不到，所以呢，那里面是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。如果穿个拖鞋在洗澡，一不小心就会勾脚，因为地面不平嘛，很容易勾脚。怎么给他说他都不听，没办法。然后这个门的这个台阶呢，我们之前是给它打在这边，然后这边稍微高一点点，这个高度1.9米，可以做门了，完全是没问题。但是呢，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思，就是这个门框以内打一个地坪，一个平面，然后这个门框的位置再做一个地坪。你看这2个相差了将近有1巴掌左右。然后脚踩在这个位置是踩不了的，刚刚是只能做一道房门的一个门楣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合理。如果这个台阶宽一点，脚呢还可以踩在这里也可以。如果真的洗澡了，穿了一个拖鞋，一不注意，你看这个位置，真的很可能要摔倒。这个事情必须要说，所以说。反正大概的想法很奇怪吧，都是按照他的意思去做，并不是我们的意愿啊，并不是我们没有提醒他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这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